土库曼斯坦到底有多神秘？被称为中亚朝鲜，官们发大财全靠天然气，历史上就靠贩卖人口为生，大多是俄罗斯和阿拉伯的女人。疫情期间自称零感染，不允许任何人提及新冠病毒，出门在外也不能戴口罩，结果短期内60人去世。土库曼斯坦总统才改口，不戴口罩就罚款，神秘无处不在。今天跟随神秘哥的步伐，一起揭开土库曼斯坦的面纱。土库曼斯坦和朝鲜一样，是一个把闭关锁国玩到了极致的国家，只不过一个在东亚沿海地区，一个在中亚内陆地区，而且土库曼斯坦十分的干旱，49.1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有80%是沙漠，左邻右舍不是阿富汗就是乌兹别克斯坦、哈萨克斯坦，最离谱的是遭受地震威胁是家常便饭。唯一的地理优势就是靠近里海，土库曼斯坦虽说关上了大门，但对比朝鲜，该发的大财还是发了的，完全不需要靠他国救济，但是没有当地人的邀请，外地人是没有资格办理签证入境游玩的，而且80%的人会被拒签，就算成功入境了，也会被24小时监控，更别说去土库曼斯坦留学了。这方面比朝鲜玩的还狠，毕竟外国人能去朝鲜留学，也能抱团入境旅游。神秘的中亚朝鲜土库曼斯坦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提到土库曼斯坦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只有奴隶贩卖，把俄罗斯和阿拉伯的漂亮女人当作商品进行买卖。其实在进入苏联之前，土库曼斯坦和朝鲜半岛的人一样，没有自己的文字，只有自己的语言，而它会变成如今这副信息闭塞、神秘落后的模样，还得从苏联解体后独立了说起。1990年从列宁格勒工学院毕业的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，从动力工程师摇身一变成了土库曼斯坦的总统。为了让这个国家更加的封闭，让人们的思想高度一致，开始了自己的独裁专政的统治之路，避免人们太爱学习、太有文化底蕴了，他直接关掉了全国的图书馆以及科学院，甚至亲自撰写了一本书，要求各行各业的人在考证时都能够倒背如流。虽说朝鲜各地都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雕像，朝鲜也会佩戴有领导人的胸章，但到了尼亚佐夫这里就有点过分了，要求大学生和军人必须佩戴有他画像的手表，土库曼斯坦各地都得立他的雕像，而且还是那种会跟着太阳360度转动的。这也就算了，尼亚佐夫居然要求学生们每天上课之前还要对着他的雕像宣誓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中亚版朝鲜到底有多奇葩？同样是搞闭关锁国，土库曼斯坦对比朝鲜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男人不能留长胡子，女人必须戴头巾，不能化浓妆。虽然朝鲜不能打国际电话，但人家已经步入3G 时代了，而土库曼斯坦就厉害了，都给我2G 上网冲浪。哦不对，全国各地的网吧也被关了，打电话得了，没有图书馆也没有网吧，土库曼斯坦人啥也干不了，因为所有的文娱活动都被总统尼亚佐夫禁止了。好不容易熬到尼亚佐夫卸任，第二任总统库尔班古利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上任。虽然尼亚佐夫的奇葩规定以及雕像都推翻了，但他的规定就更加奇葩了，黑色车不许出现，建筑物必须是白的，其他的所有东西都必须是他最爱的绿色。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，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并没有落下，这都得益于沙漠下的天然气。作为亚洲唯一的中立国，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备量位居世界第4，这也就让他们有了底气，不声不响的过自己的小日子。别看他们跟朝鲜人一样，所处的大环境很封闭落后，但土库曼斯坦人的幸福感非常之高，因为他们除了医疗教育免费外，居民用的水电天然气也是免费的。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，关注神秘科普院，神秘哥带你解锁大千世界。